女儿订婚时，我给了她2家公司当嫁妆，儿子的女秘书不乐意了，挺着还没显怀的孕肚，在公司聚会上下跪哭闹。阿义才是何家大少，我怀着何家的金孙，迟早要和阿义结婚的。她嫁个人而已，怎么就配有2间公司？您就是看不起我的出身，您太恶毒了。恋爱脑儿子也跟着一起责怪我，但我只是平静地喝了一口香槟，示意他继续闹腾。女秘书还想挣扎，阿姨，您这样做就不怕我打掉孩子吗？我一听，颤抖着站起身，给激动的，快送他去医院堕胎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女儿在今晚与竹马订婚，我让秘书去取2份公司合同，添进女儿的嫁妆。当晚，景浩和是企业沈董嫁女陪嫁2家公司景浩的话题冲上热搜。女儿舍不得挽着我撒娇，妈，我舍不得离开你吗？女大不中留了。我逗着她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。抬眼间，目光撞入了一道怨毒的视线。儿子的女秘书不甘心地咬唇盯着我，女儿顺着我的视线望着去，忍不住翻了个白脸，吐槽：这老绿茶也不知我哥怎么下得了口。下一秒，女秘书将手上的香槟泼向女儿，投影仪自动播放了段视频。凭视频前半段正是她与儿子的亲密照，后半段则是跟我的交谈。你进不了何家的门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怀了孩子，请你打掉，我会给你补偿。可结婚我不同意。忽然扑通一声，女秘书捂着还没显怀的肚子跪在地上。我怀了何家孙子，跟阿义也是真心相爱，您成全我们吧。妹妹订婚，您直接给了2家公司，却反对我跟阿义，不就是我的出身差吗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众宾客开始嘘悉我的不对，这是现成的孙子，沈总还是接纳吧。女秘书梨花带泪，我怀的是何家的金孙，何月嫁个人怎么就有了2个公司了？您太恶毒了。订婚仪式被迫提前结束，所有人都知道儿子跟秘书搞在一起的破事。林叔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冷冷地开口。林叔抹了把眼泪，眼里满是歉意。阿姨，我想要跟阿义结婚，生下孩子。我眯起了眼里，犀利问：就这么简单？何义赶了过来，心疼地将人搂在怀里。妈，叔叔没你想的这么坏。我冷哼了一声，不紧不慢道：好，何家是不会出聘礼和酒席的。小义，如果你想出，就别挪用家里的钱。林叔傻眼了，脸上不甘心地反驳：阿姨，您这样做就不怕我打掉孩子吗？打！何月推开门怒斥：不是说真心相爱吗？怎么提到彩礼就威胁要打掉孩子呢？彩礼不给了，你不打我看不起你，说的那么好听，不就是看中了我家的钱才舍不得打孩子吗？谁不知道我妈给了你一笔钱打孩子，转眼你就花得一干二净了。何月显然是气急了，平日里何义对我说话重了点，他也照喷不误，更何况是林叔这么无耻地威胁我。可这40多年来，什么样的风浪我没见过？我冷漠开口，我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明确，用打胎威胁我，你觉得有几分胜算？妈，何义皱眉，忍不住开口：叔叔没有威胁您的意思，彩礼只是我们家对他的看重，不要求多少。看重？妈已经给了他300万了，很给面子了。他转头就拿回家扶他哥去了，花完了又舔着脸讨。你哥这次又欠了多少钱呢？二哥，如果不是大哥走得早，还轮不到你是何家大少。月月，别说了，我拦住了他要动的手，
林叔像是被揭穿了计谋似的，羞愧的大哭大闹着要去堕胎，连何意都拦不住。我捏了捏眉心，看着哭闹的两人，找来助理送他去医院堕胎。林叔闻言傻眼了，难以置信地瞪着我，随后咬着唇跑了。何意追出去安抚了一阵子后，就跟冷着脸跟我回家了。刚进门，砰了声，他跪下了，哭着张脸：“妈，我得了弱精症，这孩子是何家唯一的后了，不能打掉。”说完，他掏出一纸诊断书递给我，我草草扫了一眼。他要什么？1000万聘礼和市中心2套别墅。何意咬着牙，嗫嚅道：“妈，这可能是我唯一的孩子了，不能打掉。何况他要的，我们都给得起。”何月听到这话，猛地推了他一把：“二哥，你疯了！他哥就是个无底洞赌徒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拦住女儿：“你要回你未婚夫家了，不然他担心你。”何月咬唇，离开前恨铁不成钢地踹了亲哥一脚：“你 TM 争气点，谁知道那孩子是不是你的？”何意沉默着，低垂着头，求我留下孩子。他的聘礼是给他的哥吧？我叹气问：“是。”他说他哥要结婚了，女方要了100万彩礼，他哥把赌债还了，做点小生意，和女方安稳过日子。何意有些无奈，恳求地看向我。林叔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经常给家里刷爆他的银行卡，前后也有几百万了，没说要还。可那孩子是他唯一的种啊！我看着被玩弄的儿子，忍不住失望。你就不怕报告作假？这是套陷阱。你要孩子，那就去母留子，给些补偿就好了。何意闻言，随后喜出望外的点头。也不知道林叔怎么哄的人，何意还是出了500万，2套房子，将林叔安置在了城郊别墅养胎。派去的母妈回来跟我汇报情况说，林叔这几天受了家里的气，没有拿到1000万，有先兆流产的迹象。我没管，准备让人查查何意诊断书的真假。我以为林叔能安分一阵子，正在开会的我接到了母妈的电话：“夫人，小姐出事了。”什么？我立刻联系了家庭医生，一起赶回家。一开门就看见了女儿的手腕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垂着，小脸痛得煞白，倚在沙发上落泪。月月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心疼地将人抱住。谁干的？躲在楼梯口的林叔倒是先哭了起来，活像受了一脸的委屈，打电话给何意。母妈瞪着他解释：“是二少爷见您出差了，小姐也不在家，就把人带回家住。林小姐想住小姐的房间，我不让，恰好小姐回家取东西碰见了，林小姐就将小姐推下楼梯，还好小姐反握住了扶手，这才只脱救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何月再也绷不住，在我怀里哭了起来。何月订婚后就搬出去住了，可她的房间是我吩咐留着，衣帽间的东西还没搬出去，少说价值近10亿。林叔打了什么心思，我一清二楚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嘱咐道：“母妈，报警，家里进贼了。”站在楼梯口的林叔听到这话，再也装不下去了，突然发疯似的开口：“妈，我什么都没拿，我怀的可是你的金孙，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。”住口！你跟我家少爷还没结婚，你胡乱喊什么？母妈张口大骂：“我家小姐可不是一团肉能比的！”林叔震惊了，难以置信的大骂：“你个下等人，胡说八道！等她生下孩子，何家女主人迟早是她的。”我看着林叔这副嘴脸，忍无可忍：“再不滚，你想要的我1分都不会给。”林叔忽然泄了气，甩了个背影去了阳台。没过多久，粗鲁的踹门声响起，
是林叔的亲哥林强。妈的，给老子开门！林强的大嗓门好响了整个别墅区。我妹妹怀了何家的金孙，你们不给彩礼，不让结婚就算了，还要她打掉孩子，这是犯法。我要所有人知道这件事，让何家名誉扫地。女儿被吓得缩在我怀里，还好警察及时出现，将林强和同伙控制住了。看到他身上的刀时，我倒吸了口凉气。林强还想恶人先告状时，我立刻给了挑事的林叔一耳巴子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对你肚子里的东西不感兴趣，也别指望那他来威胁我。而且不管你下的是不是凤凰蛋，我不承认它就是鸡蛋。何意赶回家时，恰好听见我说的话，林叔立刻委屈地扑在他怀里，什么也不说，害怕地看着我。何意皱眉，责怪我：妈，你不欢迎叔叔，我带他走就是了。我闻言，蹙眉冷着张脸盯着他。我从没说过同意他进门，而且你最好想清楚你说这话的后果。何意原本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何蜻蜓，两人大学时入伍，之后发生了一场车祸，大儿子死了，小儿子何意却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从原本的果敢开朗，变成了如今这般手段狠辣，心思不在正道上，还是个恋爱脑，倒是像极了他那已故的大儿子。甚至与青梅竹马傅意义订婚的前一晚到夜店厮混，导致傅家直接解除了婚约。如今一个林叔怀孕了，闹到了逼婚的下场，何意依旧偏宠着，甚至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我都忍了。可如今林叔为非作歹，伤了何月，我的底线被冒犯了。你抛弃意义，我给你擦屁股，因为你是我儿子。可现在林叔伤的是我女儿，你总要给我个解释，否则何家的继承人绝对不会是你。你这个妹妹比你聪明多了。话音刚落，何意脸色瞬间阴沉，他推了一把林叔，给我妈道歉。林叔正愣住了，瞬间变得慌乱了起来，哽咽道：阿义，你忘了之前答应我的吗？你说过无论怎么样都会站在我和宝宝这一边的，哪怕是你妈都不能动我。我怀的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是吗？看来我白养这么大的儿子了。林叔话刚说完，何意忽然给了他一巴掌，那阴质贪婪的模样，我只在一个人脸上见过。林强见样，叫嚣着兄弟上前，拉扯着何意。警察呵斥中，何意咬牙切齿道：都给闭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老子反悔了，你什么都别想得到。我妈说的对，鸡窝里下不出凤凰蛋。何意阴翳发狠的模样吓到了众人，林叔脸色瞬间惨白，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几分钟后，林强几人被警方带走做笔录。林叔刻意扶着不显怀的肚子站在何意身旁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我冷冷瞥了他一眼，让何意跟我到了会议厅。阿义，你哥哥死后，何家的重担就压在了你身上，我对你没有太高的要求，我也答应让林叔生下孩子。可你真的要跟林叔结婚吗？我说过，一旦结婚，何家继承权跟你没有半分关系。我不想把此事闹得太难看，于公司和何家的名誉都不是什么好事。更何况现在何家还在上市阶段，任何一点负面信息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。可林叔一闹再闹，我也绝不可能继续忍让。何意又恢复了软弱的模样。妈，对不起，林叔怀了我的孩子是真的，孩子生下来我也怕他会拿孩子要挟我，我也不想的，可这是我唯一的孩子了。看着他犹豫的模样，我蹙眉问：换作是以前的你，你会把这事扼杀在源头？你真的越来越像你哥哥了。何意闻言眼神闪烁了一下，
欲言又止地垂下头，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。既然你要孩子，孩子生下来后，我让人将林叔送出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替你收场了。谁料何意忽然抬头，眼里闪过狠戾。林叔的事我会亲自解决。这回他倒是果断了起来。忽然，我的先生何更义进来了。他一出现，何意一下子就警惕了起来，有些慌张地起身：“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他是海外市场的副总裁，此时应该在 M 国工作才对。何更义是个温柔的人，此时却冷漠了起来。阿义，我拿到了你的检查报告，林叔肚子里的可能是你唯一的孩子，要三思而后行。他不就是要钱要公司吗？不如注册个小公司在国外，等他生下孩子就立刻让他去国外，我在那边看着也掀不起浪。话音刚落，我察觉了不对劲，这不就是空壳公司吗？我还没说话呢，何意就拍板同意了何更义的主意。他跟林叔承诺了会给他公司和钱，林叔也答应向何月道歉，并承诺以后不到何家闹。但何月懒得见林叔，干脆跟未婚夫躲在婚房里，偶尔跟傅意义逛街。傅家与何家是生意伙伴，也是多年世交，与何意的婚事也是我亲自求来的。虽然婚约不在了，但两个姑娘的友情还在。林叔几次去道歉，都碰了一鼻子灰。母妈跟我说，林小姐这几天让司机蹲在公寓给小姐道歉，还特地买了限量版的包，但是小姐都嫌弃地避开了。听保姆说，林小姐这几天憋着气跟少爷大吵了一架，甚至跑到公寓跟姑爷拉扯，险些跌倒。听到这些事，我已经怒气上头了。所以呢，林小姐威胁少爷，如果小姐不接受她的道歉，她就拿监控告姑爷非礼她，甚至要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母妈颤抖地说完，这简直就是威胁，真以为自己怀了金蛋了。可要真闹起来了，与两家都无益，还会破坏两个孩子的感情，而且还会影响到我的计划。于是我让女儿今晚回来吃个饭，走个过场。当晚女婿送了何月回来，随行的还有傅意义。我让母妈给他们做了一桌子好吃的。谢谢阿姨。何月阴沉的脸在女婿哄下变得助笑颜开。林叔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一沉，拿起桌面上的杯子靠近，假装道歉，却不小心洒了女婿一身饮料，接着立刻咬唇含泪：“对不起，都怪我笨手笨脚。”说着还伸手去帮忙擦。女婿毫不客气拍开他手，讥讽：“阿姨，这保姆哪里找的？”林叔闻言，手上动作一僵，脸色瞬间扭曲了起来。偏偏何意跟没看见似的，还在殷勤地给傅意义夹菜。是一试这鲍鱼一绝。傅意义挡住了碗，颔首：“抱歉，我不喜欢。”我见样，忍不住嗤笑一声，若有所思看了眼儿子。林叔的脸已经极度的扭曲了，甩下包就摔门跑了。傅意义蹙眉，被何月拉住：“他呀，就仗着我哥喜欢，别管他。”“哼，那还真般配呢。”傅意义冷嘲。何意难堪地握紧拳头，恨不得掐死林叔，不给他面子，更是妄想勾引妹夫。次日，助理忽然闯进我的办公室：“何总，不好了！”助理咋呼呼道：“有知名博主爆料，太子爷趁未婚妻怀孕出轨傅小姐，指明是您同意的，还伪造了聊天记录。现在股东们要求您给个说法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的手笔。”我立刻让助理联系公关处理，开车公寓找林叔算账，却在门口听见了何意和林叔歇斯底里的吵架。只听林叔道：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怀了什么心思，
和傅依依谈恋爱的是你吗？还想要跟傅依依谈恋爱？认清你的身份，你只是个蠢货！”何意气地将书房掀了，对他吼道：“那你呢？肚子里怀的真的是我的吗？看你一眼我都恶心！你以为你真的爱你吗？这一切都是演戏，还想勾引我妹夫？你这婊子配吗？这孩子必须打掉！”这一次，何意铁了心让林叔打掉孩子，也不用我多说什么。就连何更毅再怎么劝，他只想拉着林叔打掉孩子。我居高临下看着林叔道：“林叔，你是铁了心要把何氏踩在泥沟里，你也不想想，你有这本事吗？是谁给了你钱对何家下手？”我悠悠地用语言敲打着他：“没有人。”林叔心虚地否认，尖锐地大叫：“贱人，你就是看不起我！我报复你怎么了？我不仅要报复你，我还要抢走你的一切！死贱人！”说完，他不甘心地被拖走了。我没有把这些谩骂放在心上，只是回头告诉何意，没有孕妇本人的同意，强行堕胎是犯法的。何意沉默了会，告诉我他有办法，就走了。可没料到，林叔假意服软，在医院跑了，去了傅氏集团，大吵大闹，发疯似的辱骂傅毅，亦是小三。傅忍受不了，带了群助理闯进我的办公室，亲自押着何意和林叔登门。事情终究还是闹大了，我只能放下尊严道歉，再去找罪魁祸首算账。傅总，是我没有管教好儿子，对不起。临走前，傅压制怒气道：“何总，我以前夸何意的话，现在收回。他就是贪烂泥，还好我的女儿有福气，没嫁给他。何意，再管不住你那情人，我傅家就连你一块收拾。”林叔得意地看了眼何意，像是条吐着蛇性子的毒蛇，威胁着何意。傅走后，何更毅推门进来，看见疲惫的我，温柔地替我揉着眉头。公司注册好了，也能瞒过林家人，这也是阿义唯一的孩子，把他送出国吧。这事闹得也不大好看，这事闹得太大了。这也是何家的长孙，送出国外，我能约束着。我抬眼看向何更毅，沉吟了一下，终究没说什么。而一旁的林叔则像个疯婆子，挣扎大喊：“我不堕胎，你们是犯法的，报警！我要报警！”我冷漠地看着发疯的林叔，语气冰冷：“这个人是你塞给何意的，我从一开始不同意，你捅的篓子，那就给我处理干净。话已至此，最后的机会我也给了，再处理不好，我只好亲自解决他。”何更毅看了一眼林叔，爽快应了下来：“行，那我派人给他办理护照，明天送国去，待产的时候再送回来。”好，林叔跟着何更毅出国了，事情告一段落。何意像变了性似的，待在公司早出晚归，甚至收敛了性子。何月窝在沙发里吐槽：“二哥这几天在电话里跟爸爸吵得厉害。真奇怪，二哥以前很少发火的。”我勾唇笑了，漫不经心道：“他们大概是有分歧了。毕竟何更毅很重视林叔的孩子，说是何家的长孙，你就安心待嫁，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”妈，意义跟我说，老是能偶遇到二哥，摆明了就是刻意的。何月无奈道：“意义托我闻。能请妈出手管制一下二哥吗？不过当初二哥追忆也一追了很久呢，真的不能复合吗？”我冷笑：“不可能，阿义跟他不可能。我很喜欢意义，自然也不能让他来受苦，不然我没办法跟傅家交代。而且当初是何意亲口要退的婚，既然退了，就没有后悔药。更何况何意这是在肖想不属于他的爱情。”但我没想到，下午何意精心打扮，还捧了束花出去。没多久，傅依依有些难堪，打电话过来道：“阿姨，
你让何意灭了不该有的心思，否则我跟月月没法做朋友了，我对他也不会有任何心思。原来何意借何月的名义约了傅意义吃饭，结果却在餐厅里当众跟傅意义表白，让人原谅他犯的错误，被傅意义当场拒绝了。何月委屈地丢下包，跟我控诉：妈，二哥现在怎么学会骗人了？我深吸了口气，安慰着自责的女儿：怎么我就生了个扶不起的阿斗？当晚，手机里沉寂许久的号码突然发了短信给我，我要回来收网了。早上，我一把揪起还没睡醒何意的耳朵，给了一巴掌。妈！何意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委屈道：还知道叫我妈？我冷冷质问：意义不是你能消想的人，你昨天冲动一时做的事太让我失望了。面对我的斥责，何意低下头，沉默不语。何意，人贵在有良知，而你无知，还自以为是。何意梗着脖子道：妈，跟他本来有婚约的是我重新追求他，我有错吗？是吗？我冷漠地盯着他，你确定没有事瞒着我？何意，我给你机会坦白，意义一直都有未婚夫。见何意低头沉默，我失望的要走，他却依旧硬气否认。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意义的未婚夫是我呀。一瞬间，他脑海里闪过无数的想法，只遗留下一个可能性。这个想法令他冷汗涔涔。何意随后不安地推开我，拿上车钥匙就走了，说不难过是假的，可终究是自己的儿子。我让司机盯着他。没多久，母妈突然回来，为了让林叔不再作妖，我让母妈跟着去国外看管林叔。母妈抓着我的手，慌张道：先生跟林叔，夫人，您看看吧。我不紧不慢接过手机视频，画面让人不堪入目。只见监控里，何更义搂着林叔出入母婴店，两人恶心的话传入我的耳中。林叔黏腻得意：老公，我演得好不好啊？很好，不然我们的阴谋没那么快得逞。甚至打包的信封里调出了他们在 M 国注册结婚的信息复印件，所以林叔肚子里的孩子是何更义的。饶是早就猜到这样的结果，有了心理准备，还是会心疼的。10分钟后，我保留了证据，立刻联系律师草拟离婚协议。唯一的诉求就是何更义净身出户。我与何更义是相亲认识，当年的何更义还是穷小子，是我爸资助的学生。可偏偏何更义入我爸的眼，当年的何更义除了穷，在其他方面对他一呼百应。于是何更义入赘了我家，山鸡一跃变凤凰。起初圈子里人嘲笑他软饭硬吃，可何更义就像是听不见似的，跟我也过了段蜜里调油的日子。从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一切就都变了。大概是从他要去开拓海外市场，从频繁的回家变成了几年不回家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貌合神离了吧。3天后，何更义带着律师闯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一进来他就朝我跪下：小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林叔勾引我的，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，一家人不能再分开了。何更义温润的俊脸，真挚的布满泪痕，可我还是看透了他皮囊下的虚伪。我嫌弃地抽出手，冷漠地打断他：从你跟林叔在一起的那一刻，你就要承担现在的后果，让儿子娶你的情人，让我养你的私生子。你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只要你愿意净身出户，我可以成全你跟林叔，否则别怪我撕破脸，把你的事宣扬的全世界都知道。小安，何更义慌张了起来：我们不能离婚的，这一切都是林叔的阴谋，他故意勾引我，就是为了让何氏上不了市。你要相信我说的话。阿义，快劝劝你妈，
何毅捂着脸沉默，似乎很伤心。我抽了份文件砸他脸上，想好，如果要起诉离婚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。文件散落一地，正是他出去赌场的证据。何庚毅慌张之下捡起地上的报告，随后撕开了伪装的温柔。原来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在设套，臭婆娘，敢设计我，你做什么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何庚毅竟然会大胆到直接在我办公室发狠。当下呼吸一滞，感觉到了不对劲的，我想要呼叫保安。何庚毅怒目可憎，立刻拽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砸了电话。臭婆娘，还想叫人？何毅还不动手？听到何庚毅的呼喊，我难以置信地望着宠大的儿子，结果何毅只是冷漠地别开眼，用桌上的水果刀抵住了我的脖子，拿着浸泡了不明液体的手帕捂住了我的鼻子。可怕的是，我的儿子竟提醒何庚毅戴上手套。昏迷前，何庚毅得意地警告我，只要你乖乖地去死，我就会放了我们的女儿，否则就让她陪你去死吧。我受够了看你眼色过日子的时间了，赶紧去死。我多希望何毅能看母子情分上放了我，可他再一次让我失望了。他支开了公司员工，联合何庚毅将我带了出去。我彻底心死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何庚毅将我迷晕，放在了后备箱，特地避开了所有道路监控，选择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山。我醒来时，何毅跟何庚毅正在掘一座土坟，旁边放了口老旧的薄棺材，他们试图将坑挖得更深。阿婷，我盯着儿子的背影，泪流满面，喊出了那个声音。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事，是我疼爱了多年儿子能干出来的事。我一直都知道，眼前的儿子不是何毅，而是何蜻蜓。何蜻蜓闻言，脊背一颤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你果然知道我。随后他极度咆哮，知道又怎么样？在你眼里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何毅优秀，你甚至偏心他，瞒着我让何毅继承公司。明明我才是长子啊！要不是我知道了，要不是我顶着何毅的身份，你会偏爱我吗？我震惊地沉默了许久，取而代之的是心痛，随后是失望透顶。何庚毅厌烦地扇了他一巴掌，你给我闭嘴，都让你再忍1个月了。我给你妈买的巨额保险，还有1个月就满3年拿5亿，结果你非要跟叔叔闹翻，导致我不得不提前杀了他。爸，何蜻蜓陷入疯狂，要不是你烂赌被林叔拉进干违法的事，我用这伪造假的医疗证明吗？现在圈里人阴阳，我是太监，林叔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林叔就是人尽可夫的公交车，他还试图勾引月月的未婚夫，我要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。何庚毅给了他一拳，企图将他打醒。你杀了何毅的证据还在我手上，别逼我不念亲情，让你坐牢。何蜻蜓泪流满面，咬牙切齿望着我。妈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也不想你死，我也不是故意杀了何毅的，他太优秀了，所有人只能看到他，我会好好护着妹妹的，你安心的上路吧。他捡起地上的匕首朝我走来，为了防止血溅到身上，他甚至穿了雨衣。我注视着何蜻蜓的动作，饶是再听一次事实，还是痛得难以呼吸。阿婷，你要是放了我，我还是当你是我的儿子，这是他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啊。何庚毅看出了何蜻蜓的犹豫，恶狠狠地拽着他的手，强迫他不配当你妈，他死了你还有我，我是你爸，他要是活了，这辈子我们都毁了，杀了他。何庭清哽咽决绝，对不起，妈。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心里早就知道的答案，他为什么还要抱着希望呢？突然，
上空刮起大风，盘旋的直升机上跳下一人，拿着枪对着几人。何先生，你们被捕了。妈，我来晚了。与何蜻蜓长得一模一样的青年，一身作战服，语气带着愧疚扶起我。谢谢您配合我方的行动。我看了眼2年未见的何毅与错愕的何蜻蜓，心里酸涩和高兴参半。随后将别在头上的微型录音器交给他。从今往后，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了。何更毅难以置信地看着何毅，慌张地尖叫：不可能！我早就让何蜻蜓弄死了你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何先生在国外犯的一切罪，在我没有亲手抓获之前，我只能假死引诱你跑回国。何毅冷冷地盯着他，眼里闪过杀意。何先生，法律无处不在。2年前，成为特办处队长的何毅意外发现了一所跨国犯罪集团，洗黑钱的力度挑衅了警方。很巧的是，集团2把手是他崇敬了20多年的父亲。何毅深思熟虑后告诉了我缘由，决定联合我演一场戏，将何更毅骗回国审判带走。何毅淡定地蹲在不甘心的何蜻蜓面前，面无表情。哥，其实妈早就安排好了，我入伍后你继承公司，可惜你为了那点所谓的虚名头，把自己栽进去了。我深深地看了一眼何蜻蜓，无奈道：你们10岁时，我曾教你们去公园用5元怎么吃上大餐，你还记得吗？何蜻蜓当然记得，妈妈当时花5元买了纸和笔，摆摊画画，弟弟去帮妈妈拉客人，而他依偎在妈的怀里享受胜利果实。后面你大学想读商科，我头一回否决了你的想法。原来从一开始，妈妈就阻止他走上歪路，对他的爱一点也没少过。何蜻蜓张了张口，最终道：对不起。在何蜻蜓的懊悔中，协助的武装车赶到，将2人带走。林叔也被警方带走调查，估计会判得不轻。2年的荒唐在这一刻结束。可笑的我以为用2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何蜻蜓的想法，终究还是我太无知了。好在我还有另外一个优秀的儿子。二哥。何月气喘吁吁地爬上山，见我一身的肮脏，忍不住大哭：妈，爸和大哥太没良心了。一同跟来的还有傅毅毅。在见到一身作战服的何毅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愣在原地，眼角红了。我忙着安慰何月，无奈地推了一把杵着的何毅，示意争取早日结婚。何毅像个二傻子，耳尖早就通红，突然向何月行了个军礼：夫人，陆军上尉何毅请求归家，请指示。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